美俄新会谈开启瓜分乌克兰盛宴，英法坚定立场，欧盟追加400亿欧元队伍援助，且不同意让出克里米亚给俄罗斯。乌军大规模袭击比尔格罗德，是试探吸引俄军移动，还是大规模攻击前奏？最高拉达通过新法律，将再度攻入俄罗斯境内，托列茨克恐陷入拉锯战。扎波罗热俄军初步恢复攻势，乌军以攻对攻阻击，加沙战火重燃，以色列恢复对哈马斯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8日的美俄会谈又是一场瓜分乌克兰的盛宴。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俄罗斯总统网发布的声明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特朗普通过电话后，对其提出的俄乌在30天内同时放弃袭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表示支持。甚至为了表达善意，普京还表示愿意与乌克兰于19日进行175对175的被俘人员交换，其中包括正在俄罗斯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23名乌克兰重伤军人。但普京也提出了一系列能要乌克兰命的主张。其一，要求乌克兰在可能的临时停火期间停止招募和培训部队；其二，彻底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外国军事援助和情报信息；其三，普京声称俄罗斯和美国应该继续以双边模式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其意思就是想将乌克兰或欧洲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甚至就此已组建了专家组。此外，美乌会谈还可能会达成以下几个内容：一，白宫3月18日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将立即在中东一个未指明的国家开始谈判，商讨黑海临时海上停火以及全面停火和永久和平解决方案。二，要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2州高度自治，并让出扎波罗热和赫尔松2州。至于克里米亚的归属，白宫相关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已考虑正式承认克里米亚地区为俄罗斯所有，同时敦促联合国采用同样的立场。三，要求乌克兰永久中立，不得加入北约。四，解除对俄罗斯制裁，解封冻结俄罗斯的3500亿美元，赦免战争罪犯等。综上所述，此次美俄会谈可简单概括为：普京同意暂时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攻击，但拒绝30天临时停火方案。会谈后，特朗普发文称，此次与普京的通话富有成效，称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冲突结束，和平进程已全面开启。白宫方面也称，俄乌战争本不该发生，早就应该通过真诚善意的和平努力结束。不过，战争研究所却继续分析认为，普京坚持要求乌克兰投降，表明普京对实现特朗普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的谈判不感兴趣，仍然希望推翻乌克兰合法政府，削弱乌克兰军队，使其无法抵御未来俄罗斯的侵略，以及继续否认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战争研究所报道称，泽连斯基18日在双普通话后发文表示，同意暂停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但乌克兰不会接受俄军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而不回应的情况。此外，泽连斯基对俄方停火的诚意感到怀疑。他称，乌方已准备好采取必要的停火措施，但现在需要俄方展示出其停火意愿。同时，他强调，没有乌克兰的谈判不会有结果。正在德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强调了这一点。18日，他对媒体表示，俄乌停火应该是可核查和可评估的。马克龙表示，有关结束俄乌战争的最新讨论迈出了第一步，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法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希望实现完全被遵守和可评估的停火，实现稳固持久的和平。相比法国的含蓄，英国就比较直接了。据路透社报道，斯塔默3月18日与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了双普谈判进展。随后，唐宁街发布声明表示，斯塔默对双普就乌克兰停火谈判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他也强调，这一进程必须为乌克兰带来真正的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直到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再发动非法入侵。英国外交部长拉米则在双普通话前不久告诉彭博社，英国和欧盟正在谈判，希望在可能达成的全面停火之前，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如16日，英国就宣布向乌克兰追加19.8亿英镑军事援助。目前这批援助已经抵达乌克兰，其中包括1200枚掠夺者反坦克导弹、36套风暴防空系统等。同时，拉米也呼吁俄罗斯进行无条件停火，并表示，在达成持久和平解决方案之前，不能让普京利用停火之机来重新武装部队。至于欧盟方面，3月17日，欧盟外长会议结束后，欧盟副主席兼外交和防务专员卡亚卡拉斯对媒体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称这400亿欧元额外援助完全能够填补美国停止援乌的空白。与此同时，3月2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与挪威首相斯特勒进行了会晤。在本次会晤中，双方着重讨论在有力安全保障下实现乌克兰可持续和平的相关事宜。
另外，还对联合国外交工作与强化乌克兰国防能力的举措展开讨论，其中涵盖防空系统、弹药以及国防投资等。而在会晤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作为北约的主要盟友，但却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资格从谈判中取消。这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份大礼，拒绝乌克兰就是在帮俄罗斯。可见，从乌克兰和欧洲目前的态度来看，对俄方的主张和美俄将达成的要求大概率不会接受，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上，别的不说，就单单是土耳其都不会同意。从地图上看，若是将克里米亚给了俄罗斯，俄罗斯不仅能控制黑海，而且在发动战争时，乌克兰的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尼古拉耶夫4个州会在第一时间沦陷。以俄罗斯的扩张本性，必须继续向前蚕食，这样便会导致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处于巨大危险中。这两条海峡是欧亚的交通要道，世界上80%的商品通过海洋完成交换，这是土耳其不能接受的。俄罗斯的主张和要求更像是二战瓜分波兰般瓜分乌克兰。战场上，在美俄会谈这天，俄乌继续相互打击。据俄媒奥斯特的报道称，3月18日夜间，乌军向俄罗斯边境州别尔哥罗德地区发射了10多架无人机。不久后，当地洪雅鲁加一带传出数起爆炸声。目击者称，后半夜空中一直响起无人机轰鸣和与俄防空系统交火的声音，且持续到凌晨时分。而网络流出的一些画面显示，洪雅鲁加的一座变电站被击中，爆燃升起了浓烟。值得注意的是，别尔哥罗德作为俄乌边境的要地，一直是乌克兰空袭的重点目标。此前一直有亲乌的游击武装在此展开破坏行动，而俄军导弹也时常误袭该地，所以这里实际上也是俄乌交战的汇集之所。洪雅鲁加一带更在去年8月11日就被别尔哥罗德州长拉格德科夫下达了疏散令，前后共疏散了超过1.1万人。与此同时，战争研究所报道称，3月18日，乌军地面部队也同样发起了进攻。俄军事博主声称，乌军在将设备、人员转移到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交界处后，有至少2个乌军旅在坦克、装甲车和扫雷车的支持下，从苏梅州向德米多夫卡、格拉夫卡和普列列谢耶发动了攻击。18日晚，俄国防部证实了此次袭击，并报道说，乌军当天对别尔哥罗德州发动了5次袭击，俄军将其击退，并致使乌军损失60人、1辆坦克和7辆装甲车。俄军虽然击退了这次袭击，但一些军事博主仍然抱怨俄军没能及时发现。目前尚不清楚乌军这次攻击是试探性攻击，吸引俄军移动，还是真的大规模攻击前奏。至于后续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库尔斯克战场，乌军在撤出苏贾后，开始用无人机轰炸苏贾市区，同时使用米格29继续在库尔斯克境内投下 GBU-39 小直径炸弹。截至目前，仍有乌军部队在库尔斯克战斗，如乌军第47机械化旅。就在不久前，使用带有集束弹头的海马斯导弹袭击了俄军第155海军陆战旅的维修基地，随即造成了多起爆炸。而一些对美国做法感到愤怒的士兵则撕掉了制服上原有的美国臂章，说我们将战斗到底，直到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刚刚签署了最高拉达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赋予乌克兰总统在戒严期间向其他国家派遣乌军部队的权利，以确保乌克兰国家安全、威慑侵略，保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且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新法律或许意味着乌军即使现在退出库尔斯克，未来仍有可能再度攻入俄罗斯境内。毕竟两国边境相当长，俄军缺乏足够的兵力对边境处处设防。在苏梅州，据俄军第810海步旅指挥官阿列克谢称，撤退的乌军在进入苏梅州预设阵地后展开了全面反击，昼夜不停地使用无人机狙杀俄军突击部队。而俄军方面，3月18日，俄军动用了约40枚航空炸弹，对相邻的乌克兰苏梅州境内乌军和装备进行了40多次打击。托列茨克方向，俄军增援部队第8集团军越过顿巴斯运河，与东北方向作战的乌军爆发了激烈交火。乌军第12亚速旅、第28和93机械化旅以及第100机步旅等部队则通过巷战继续向市区西部和南部做战术推进，同时利用远程炮火与无人机压制俄军第150摩步师、102摩步团和163坦克团。此外，俄军另一支增援部队试图从外围以反包围的形式缓解盘踞在市中心的俄军第132摩步旅压力。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乌军必须加快攻坚速度，吃掉盘踞在市中心的俄军集群，否则待俄军大量援军部署完毕后，又将陷入持久的拉锯战。红军村方向，顿涅茨克伪政权首脑普希林称，从库尔斯克撤回的乌军很可能已重新部署到红军村方向。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做出进一步回应。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地面部队在无人机和火炮的加持下，对科特林一带的俄军阵地发起了新的攻势。
随后突破了西南角的防线，占领了对手的掩体。在空中，乌军还出动战机投掷数枚航空炸弹，打击了科特林中心的俄军临时指挥部，并引发了剧烈的爆炸。俄军方面则加大了反击力度，试图夺回前期被乌军收复的村庄。如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无人机部队3月18日数次击退了俄军机械化进攻。在南部战区扎波罗热方向，战争研究所3月18日报道称，俄军加强了该地区的进攻。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第247和第108空降团沿着60公里宽的战线，向洛布科维、谢尔巴基和小谢尔巴基同时发起进攻，形成了平推之势。乌克兰南部国防军发言人沃格申表示，天气的改善让俄军已恢复5到7人突袭小组的进攻。同时，沃格申指出，俄军每天使用的 FPV 无人机数量也在3月份增加了约50架无人机，达到每天400至420架无人机。乌军则以攻对攻，通过反击阻止俄军推进，期间还摧毁了俄军一座弹药库。看得出来，俄军试图以多点开花的战术让乌军疲于应付，但忽略了全线进攻需要非常庞大的后勤保障，而俄军的牲畜大军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此外，乌军重型无人机还袭击了比尔江斯克的俄军训练场，目前具体战损还在核实中。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18日，俄军新增损失1560人，被摧毁8辆坦克、20辆装甲车以及42门火炮。世界另一处，加沙战火重燃，以色列恢复了对哈马斯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3月18日，以色列决定重启对哈马斯的打击，先是出动战机空袭了加沙，紧接着在边境等待已久的以色列坦克和炮兵也开始发起袭击。轰炸声响彻了整个加沙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公开声明，证实了此次攻击行动，这标志着加沙的停火协议正式走向了终结，以哈战争重新打响。在发布的声明中，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多次拒绝释放人质，而且不接受美国和其他调解方提出的所有方案，因此他宣布从这一刻起，以军将加大军事力量打击哈马斯，并提醒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10月7日的袭击。德国之声3月19日援引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统计，以色列突然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3名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分别是加沙内政部的副部长马哈茂德·阿布瓦特法、行动负责人巴赫贾德·阿布苏丹以及另一名要员阿布奥贝达·加马西。路透社报道称，以军此次打击加沙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往针对个人或小群疑似武装分子进行的无人机攻击。对于此次袭击，加沙方面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详细的损失数据还在统计中，应该还有更多的哈马斯成员在袭击中身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已重新控制并关闭了拉法口岸，释放出大举围攻加沙的强烈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的行动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双方应该已经协商好了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如《华尔街日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在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后，特朗普就授权以色列恢复了大规模的袭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随后证实了此事，这表明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而且很可能提供新的军援。接下来，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火力军将保持持续观察。援引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法国和西班牙正考虑大幅削减 A400M 运输机的初始订单，受此影响，该型运输机可能在2027年停产。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A400 运输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合作项目，最初由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7个欧洲国家联合研发，投入资金接近200亿欧元。为满足参与国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设计人员对 A400M 运输机的总体布局、货舱结构和装卸系统等多个方面进行精心设计。从设计角度来看，该型机具有如下特点：一、运载能力强悍。A400M 运输机采用大量先进复合材料，在减轻机身重量的同时，还提高了燃油效率，运载能力更是达到37吨。此外，在货舱设计方面，还把传统的圆形横截面改为方形横截面，使其可以进行双层利用，总容积超过330立方米，足以完成大型物资运输。二、机动性强，灵活度高。A400M 运输机机身为流线型，可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并提升空气动力性能。不仅能够在10000米高空上以 0.72 马赫的速度稳定飞行，还可在跑道上实现短距起降。三、具备后勤能力。A400M 运输机安装空中加油系统，能够为其他战机提供燃油补给。例如，在此前的飞行实验中 ，A400M 运输机成功为西班牙空军的6架 F-18战机进行加油，提升了该机队执行远程作战任务能力。四、电子设备先进。
A400M 配备有先进的航电、雷达和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能够准确感知周围环境，并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战机各部件状态，可帮助飞行员在各种复杂环境下执行任务。凭借性能设计优势，欧洲部分国家和土耳其曾于2000年宣布选定 A400M 作为未来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当时订单数一度达到225架。随后 A400M 项目的参与国还保证，该型机将在合同签订后的51个月内完成首飞，并在71个月内实现交付。然而后续的研发并不顺利， A400M 项目在正式启动初期便遇到预算超支、合同纠纷等一系列问题。随后土耳其于2001年减少了16架订单。此外，按照原计划 ，A400M 运输机本该于2009年开始交付，但受研发资金限制，首批交付被迫推迟。直到1年后，欧洲国家同意提供数十亿欧元贷款，该项目才得以继续推进。不过，这也导致德国和英国削减了订单量。虽说整个 A400M 项目耗资巨大，但是后续交付的机型在实际性能方面却并不理想，曾多次暴露出关键参数不达标、机身裂痕、发动机故障等问题。例如2015年，一架 A400M 运输机在西班牙进行试飞时坠毁，同年英国皇家空军也有一架同型机意外坠机。事后调查发现，这2次飞行事故都是由于发动机软件配置有误引起。对此，制造方不得不暂停交付该型机，并对所有现役同型机进行检查和修复。有鉴于此，德国空军于2019年以安全问题为由拒收2架 A400M， 导致 A400M 整体的订单量开始急剧下滑。随后更是有消息称，在2023年第1季度 ，A400M 运输机只交付了1架。为缓解 A400项目的窘境，制造方曾向波兰抛出橄榄枝，如果波兰决定采购 A400M 运输机，将可能参与该型机的生产和后勤工作。然而，即便波兰采购，其需求可能还不足10架，这对 A400M 项目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在此次法国和西班牙削减订单后，如果制造方没有其他的补救措施，该型机可能会在2027年停产。经专家分析 ，A400 运输机暴露出的问题主要分为3方面原因。其 A400M 项目的制造方急于求成，采用了不制造原型机、首架战机即为生产型的模式。通常而言，世界各国在研制新机时都会制造数架原型机，然后通过不断测试完善后才会投入量产。而 A400M 的研发方式虽说会节省大量时间，但也会给战机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其二 ，A400M 项目采用民用客机研发模式管理，参与国依据各自采购架数，拥有相应股份，承担不同的生产任务。例如，法国负责玻璃座舱、飞行控制系统和机头。德国负责机身后段和垂直机翼，比利时负责机翼前缘和襟翼等。这种分工模式虽然可以分担生产压力，避免战机因耗资巨大而中途夭折，但弊端也很明显。一旦参与国工厂减产，或是部件质量把关不严，其他国家又无法替代制造，大概率会导致交付延期。其三，定价过高，外销困难。起初 ，A400M 运输机预售价是9000万美元，但随着成本增至1.36亿欧元，现售价已达同类机型，例如 C130G 运输机的2倍以上。据防务24报道，在俄罗斯遭受制裁下，印度依然与其达成协议，将以2.48亿美元的价格采购1000架俄制柴油发动机。作为回应，俄罗斯已允许印度在其本土组装相关套件。根据报道，印度目前有2400辆 T72 坦克、1657辆 T90S Mk1 和 Mk2 坦克。先前，印度已在俄罗斯许可下开始为本土的 T90S 坦克生产发动机。至于此次采购的这批发动机，则主要适用于升级 T72 坦克。很显然，这2款坦克的发动机并不适用，尚不清楚印度此次坦克升级的具体规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批坦克更换新的发动机后，动力大概率会更强，届时可能还会加装新型外挂装甲，以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此外，据欧亚时报报道，以色列尼梅达公司曾向印度提议，可以为 T72 坦克的发动机进行升级，并配备全自动变速箱、整体式空气过滤系统和适合极端环境的冷却系统。然而，印度仍向俄罗斯采购，这就等同于是变相拒绝了该提议。另一方面，据军队认可网报道，印度拉森托布罗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公司达成协议，将会把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整合至印度作战车辆中。预计印度的阿琼坦克、K9自走炮、BMP2 都能够从中受益。
根据协议，这2家公司还会开展合作，旨在推出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的最新版本。届时，该系统将会在印度本地生产，可进一步增强印度的工业水平与整体战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美国会帮助俄罗斯达成哪些无理要求吗？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